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如同璀璨星辰般闪耀在个人成长领域的神奇之书《挽救计划》。这本书的作者姓名，他是一位在个人发展、领导力和高效能领域深耕多年的杰出专家。他就像一位智慧的引路人，凭借着对人类行为和心理深刻的洞察，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为我们精心打造了这本改变人生的指南。挽救计划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更像是我们人生旅程中的一座灯塔。在当今这个快节奏、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世界里，我们常常在生活的洪流中迷失方向，感到焦虑、迷茫和无助。而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系统而实用的方法，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开启我们高效、充实且有意义的人生之门。它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模式，找到那些阻碍我们前进的障碍，并教我们如何一一克服，从而实现个人成长、职业成功和内心的平和。无论你是处于事业起步阶段的年轻人，还是在职场中拼搏多年寻求突破的中年人，亦或是渴望在生活中找到新方向的老年人，这本书都能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在开始深入了解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那么一个时刻，你觉得自己明明很努力，却始终在原地踏步？你是否曾看着别人一步步走向成功，而自己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让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著名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在发明电灯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据说，他尝试了超过1600种不同的材料作为灯丝，但都未能成功。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周围的人都劝他放弃，认为他的努力是徒劳的。然而，爱迪生并没有被挫折打倒，他坚信每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他曾说过，我没有失败，我只是发现了10000种行不通的方法。正是这种积极的心态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最终让他成功发明了电灯，照亮了整个世界。那么，是什么让爱迪生在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时，依然能够保持前进的动力呢？挽救计划这本书将为我们揭开谜底，他所阐述的理念和习惯，与爱迪生的成功之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第一个要点，目标设定与清晰愿景。挽救计划首先强调的就是目标设定和拥有清晰的愿景。目标是我们行动的指南针，而清晰的愿景则是我们心中那幅关于未来的美好画卷。没有明确的目标，我们就像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船只，没有方向，只能随波逐流。书中指出，一个有效的目标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点：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相关性和有实现性 （SMART 原则）。同时，清晰的愿景能够激发我们内心深处的热情和动力，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依然能够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当人们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愿景时，大脑会更容易集中注意力，调动各种资源来支持目标的实现。这是因为目标为我们的行动赋予了意义，而愿景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吸引力的未来场景，刺激了我们的情感和想象力。从行为学角度讲，明确的目标可以为我们提供清晰的反馈，让我们能够及时了解自己的进展，并根据情况调整行动策略。就像在企业管理中，一个公司如果没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愿景，员工们就会感到困惑，不知道自己工作的价值所在，最终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甚至人才流失。那么，我们该如何设定目标并构建清晰的愿景呢？书中介绍了一种梦想版的方法。我们可以找一张大白纸或者一个白板，在上面贴上或者画出我们想要实现的梦想的图片，写下我们的目标。比如，如果你想拥有一栋海边别墅，你就可以找一张海边别墅的图片贴在梦想板上，并写下你计划在多少年内实现这个目标。同时，我们要定期审视和更新我们的梦想板，让它时刻提醒我们前进的方向。设定目标和构建愿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当面对各种诱惑和干扰时，我们可以迅速判断出哪些事情是有助于我们实现目标的，哪些是应该避免的。例如，一个有明确职业目标的人，在选择培训课程或者工作机会时，会更有针对性，从而加快自己职业发展的步伐。书中有一段话深刻地阐述了目标的重要性。目标是我们人生路上的北斗星，它指引着我们穿越迷雾，走向光明。没有目标的人生，就像没有星星的夜空，黑暗而迷茫。让我们记住这句话，在生活中积极运用目标设定的方法，为自己创造一个清晰而美好的未来。第二个要点，积极心态的力量。积极心态是挽救计划中另一个核心要素。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种挫折、困难和挑战，而积极心态就像是我们内心的一股强大力量，能够帮助我们战胜这些负面因素。它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在面对困境时，能够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找到潜在的机遇，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难。从生理学角度来说，积极的心态可以促进身体分泌有益的激素，如多巴胺和内啡肽，
这些激素能够提升我们的情绪，增强我们的身体活力。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积极心态能够改变我们看待问题的视角。当我们以积极的心态面对问题时，我们的大脑会更容易关注到积极的方面，从而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面对一个棘手的项目时，积极心态的人会把它看作是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而不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培养积极心态的方法有很多，书中提到了一种感恩日记的方法。每天晚上，我们可以花几分钟时间，写下当天让我们感到感恩的3件事情。这看似简单的行为，却能极大地改变我们的心态。当我们不断关注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时，我们的大脑会逐渐形成一种积极的思维模式。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积极的自我对话来培养积极心态。当遇到困难时，我们可以对自己说，我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成长的机会。积极心态的好处是巨大的，它能让我们在面对挫折时保持乐观，减少压力和焦虑，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同时，积极心态还能感染周围的人，创造一个积极向上的环境。比如，在一个团队中，如果领导者拥有积极心态，整个团队的氛围都会变得更加积极，团队成员的工作效率也会更高。书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积极的心态就像阳光，它能驱散我们心中的阴霾，让我们的世界充满光明。让我们学会运用积极心态的力量，在生活的道路上勇往直前。第三个要点，时间管理与高效行动。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之一，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很多人都在浪费时间，或者在无效的时间管理方法中挣扎。挽救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套高效的时间管理策略，帮助我们实现高效行动。时间管理不是简单的安排日程，而是要学会区分重要和紧急的任务，合理分配时间，并克服拖延。从经济学角度讲，时间管理的本质是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需要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紧急程度，将时间分配到最能产生价值的地方。从行为心理学角度分析，拖延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它源于我们对复杂任务或不确定性的恐惧。通过有效的策略，如分解任务、设定小目标和奖励机制，我们可以克服拖延，提高行动力。例如，当我们面对一个庞大的项目时，我们可以将其分解成若干个小任务，并为每个小任务设定一个合理的完成时间，这样可以让任务看起来不那么令人生畏。在时间管理方面，书中推荐了一种番茄工作法。我们可以设定一个25分钟的专注工作时间，一个番茄钟，在这个时间内专注于一项任务，不受任何干扰，然后休息5分钟，之后再开始下一个番茄钟。这种方法可以提高我们的专注力和工作效率。同时，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时间管理工具，如日程表、任务清单等，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规划和管理时间。时间管理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能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任务，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压力。当我们能够有效地管理时间时，我们就能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拥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生活，陪伴家人和朋友。例如，一个善于时间管理的人，可以在工作日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然后在周末有充足的时间去旅行或者参加自己喜欢的活动。书中提到，时间是我们生命中最稀缺的资源，浪费了时间就等于浪费了生命，让我们珍惜时间，运用高效的时间管理方法，开启高效行动模式。第四个要点，人际关系与团队协作。人际关系在我们的人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职业生涯中，良好的人际关系都能为我们带来巨大的支持和帮助。挽救计划强调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有效的团队协作。在当今的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够充分发挥团队成员的优势，实现1+1的效果。从社会学角度讲，人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满足我们的社交需求，增强我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从团队动力学角度分析，团队成员之间的有效沟通、相互信任和协作是团队成功的关键。当团队成员能够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时，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都会得到极大的提升。例如，在一个项目团队中，如果成员们能够坦诚地交流想法，分工明确，互相配合，那么项目的推进就会更加顺利。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方法包括积极倾听、表达尊重、给予支持和反馈赞赏。在团队协作中，我们要学会沟通技巧，如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倾听他人的意见、解决冲突等。同时，我们要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团队氛围，让团队成员感受到彼此的信任和支持。人际关系和团队协作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在个人生活中，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给我们带来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励，让我们在困难时刻有可以依靠的人。在职业生涯中，良好的团队协作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创新，提升团队的整体绩效。比如，在一个创新型项目中，团队成员之间的良好协作可以激发更多的创意和灵感，推动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书中有一段关于人际关系的话，人际关系就像一张网，我们每个人都是网上的一个节点，只有当节点之间相互连接、相互支持时，这张网才能坚固无比。让我们重视人际关系，努力营造良好的团队协作氛围，为自己的人生和事业创造更多的价值。第五个要点，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在当今快速发展的时代，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已经成为一种必须。挽救计划将持续学习视为人生的一个重要习惯。它鼓励我们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需求。持续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培养一种学习能力，让我们在面对新问题时能够迅速找到解决方案。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讲，学习是一个认知过程。通过学习，我们可以改变和扩展我们的认知结构，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处理信息。从教育学角度分析，自我提升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它需要我们不断的反思、实践和调整。通过持续学习，我们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科技领域，新的技术和工具层出不穷，只有持续学习，我们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被淘汰。持续学习的方法有很多，我们可以阅读书籍、参加培训课程、在线学习、向前辈请教等。同时，我们要学会反思和总结，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并不断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持续学习的好处是巨大的，它能让我们保持竞争力，在职业生涯中不断进步。例如，一个持续学习的职场人士，在面对新的工作任务或挑战时，能够更快的适应和胜任。同时，持续学习还能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人生体验，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实。例如，通过学习不同的文化和知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拓宽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书中有一句话，学习是通往成功的阶梯，持续学习则是让这座阶梯不断延伸的动力。让我们将持续学习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不断追求自我提升，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挽救计划这本书就像一位良师益友，为我们指引着人生的方向。他所倡导的目标设定、积极心态、时间管理、人际关系和持续学习这5个核心要素，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个人发展框架。这些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帮助我们构建一个高效、充实且有意义的人生。我强烈的呼吁大家阅读这本书，并将其中的理念和习惯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不要让这本书只是静静地躺在书架上，它应该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不要再犹豫，不要再等待，从现在开始，让我们踏上这趟改变人生的旅程。记住，你拥有无限的潜力，而挽救计划就是开启你潜力的钥匙。每一次努力都不会白费，每一个小小的改变都将汇聚成巨大的力量。你就像一颗种子，在挽救计划的滋养下，必将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不要害怕困难，不要畏惧挑战，因为你有能力战胜一切。行动起来吧，去创造一个属于你的辉煌人生。